解放军的战舰啊，连续的绕日演练啊，搞得日本又开始惊诧了。但这件事情啊，咱们原来还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帮忙。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解放军的新锐战舰啊，不断的开始使出第一岛链进行演训。那么其中一部分呢，还开始对日本列岛进行绕岛训练。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在5月11号发布了信息啊，他们发现在日本南部的须美寿岛以东大概90公里的海域呢，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以及呢还有一艘是052驱逐舰，一艘054组成的这么一个特混编队，里面还带了一艘补给舰啊，这么一个4舰的编队呢，在这个日本周边海域进行不间断的航行演训。那么这个编队啊，不仅是穿越了这个须美寿岛与鸟岛之间的这个海域向西航行，并且啊，在之前啊，他们是在4月30号从中国东海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到了日本海，然后呢5月6日从日本海穿越了这个宗谷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啊，这几个海峡都是非常关键的点啊。那么这一个航行轨迹连起来的中方舰艇已经在日本周边海域形成了顺时针绕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其实我们要说啊，中国海军能够形成这样的绕行趋势啊，是跟日本和美国有相当大关系的。当年战后啊，日本宣布了所谓的无核3原则啊，是不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但问题是，美国军舰当时可是搭载着核武器的，它要通过日本周边的海峡，特别是一些狭窄的海峡。于是啊，像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以及大隅海峡这些海峡呢，那么如果军舰驶过啊，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美国军舰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领海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作为妥协啊，当然呢也是屈从于美国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呢，日本不得不宣布啊，在这一些狭窄的海峡水道附近呢，日本的领海由本来的这个12海里退缩成3海里。那么也就是说强行的把这个海峡中间的这个航道给认作是公海给它退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原本是为了方便美军的部署也为了这个日本掩耳盗铃式的回避一个所谓的无核3原则但是随着俄罗斯海军以及中国海军近年来的远航以及走向深海、走向第一岛链之外的这么一个步伐，那么这一些海峡就成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走入西太平洋的这个方便之门。那么恰恰是因为日本与美国当年的这一种小动作、小埋伏给我们的这个演练与部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大家都知道如果这几个重要的海峡它是日本的内海的话，那我们的解放军军舰实话说是很难这样进行这种穿越。而恰恰是因为日本的这种改变把它形成了这个公海那么我们只要做一个所谓的叫做无害通过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还是有的。那么也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目前的实力壮大之后我们不满足于我们在第一岛链内的活动，我们要把我们的航迹拓展到第2岛链，甚至是整个太平洋海域地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演训加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战舰就要穿越这一些狭窄的海峡水道，就要穿越这些国际水域。那么日本媒体以及日本官方所谓的这个中国军舰接近日本的这种言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他们也认为明知道中国海军并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与国际公约，我们做的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中国海军也有我们自己的航行自由。那么未来日本的这种友邦惊诧论估计呢还是不会少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走向深海、走向远洋的步伐也不可能因此停止下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狭窄的水域虽然通过了国际法与国际公约以及日本自己的这个变更，形成了一个国际公海的一个地位，但是它毕竟是非常狭窄的水道。那么甚至在津轻海峡这类这个狭窄的水道上，站在日本的岛屿上就能够直接目视看清楚中国海军的军舰。那么这样狭窄与短小的一个距离在战时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封锁的。那么我们在不断的突破第一岛链，不断进入这个大洋的过程中，在这些水域的来回的穿梭，本质上也是在熟悉这一些水域周边环境的一个过程。
那么咱们之前担心的所谓陌生海域啊、复杂电磁环境，在这样的这个水道里面啊，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陌生这2个字给它去掉。那么在一个相对熟悉的海域的这个过程中，避免啊未来我们在突破的过程中形成更多的困扰，也针对性的进行演练，为我们未来可能的向外突破做好准备。那么这才是解放军啊进行所谓的日本绕岛演练最大的目的。那么这么看来啊，日本的媒体未来还会不停的惊诧下去，毕竟他们的吱呀乱叫无法阻止解放军迈向深海的步伐。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